iPhone 全新的日记 App 终于登场了，没有错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是要来讲 iOS 17.2 Beta 1。不过在开始之前，要提醒大家，今天展示的是测试版本，那之后等正式版本上线，我也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哦。首先，第一个要来看的当然是日志这款 App 啦。我们之前在介绍 iOS 17的新功能的时候，就有提到过这一款 App， 而且也有非常多人在期待这款 App 的出现哦。那你点下去之后，它第一个出现的画面是这个日志建议哦。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就是它会自己去侦测你今天做了哪些事情。那你点到这个自定里面呢，就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可以侦测哪些东西哦。例如说，它可以侦测你的运动啊，你听过的音乐、你的联络人、你的照片，或者是你去过的位置。那正式进到 App 之后，它就会把刚才它能够取用的东西拿来侦测，说你最近做过哪些事情哦。就是说，在画面上面，它马上就侦测到说我相片里面有去过哪些地方，那你就可以直接选取，然后来写日记这样子。那其他的，例如说你听过的音乐或是 podcast， 它可能也会显示在这边。那我们再往下滑，它会出现一些小卡，就是提供你一些写作灵感这样子，或者是一些反思啊之类的。那除了建议之外呢，它右边还有一个最近项目，我曾经传送过讯息的联络人，把它依照日期排在这边。你跟这个人最近的互动是怎样啊？你就可以把一些想法写下来，比如说你们吵架，或者是你们对话当中有什么值得记录的东西，你就可以把它写下来这样。然后呢，在写作下面这边有一列工具列哦。第一个这个笔呢，它就是刚才那个建议的目录，就是你可以新增更多的东西进来。然后其他一些比较基本的，像是照片啊，或者是相机，然后你也可以直接透过录音的方式来写日记。然后这边你也可以新增地点哦。那新增地点的方式还蛮特别的，就是它会用一个小框框新增在图片的旁边，就是它会把所有的元素都集结在上面这边这样子。那这边日记完成之后，它未来也会有建议的回顾哦，可能就是可以让你检视一下你最近的状况。那它这边也可以把你的日记锁起来，就是避免别人看到你的日记这样子。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子是还蛮方便的，因为手机就可以自动侦测说你最近做过哪些事情，就不用自己再去添加这些元素了。你可以直接在 App 里面快速的选取最近发生的事情。当然，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日记好像有点在偷窥自己的隐私的感觉，所以这就看个人的决定要不要让它取用你手机里面其他 App 的行动咯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他们这样子的设计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那或者是你不想要选取他的建议的话，你也可以直接开始新增条目，就是开始写日记这样。那它就是会从空白开始。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是 iOS 17.2 新增了3款天气的小工具，就是大家看到桌面上面的这3款，那3款都是小的小工具。那首先第一款我们来看到的这个是它可以显示目前的状况，例如说目前下雨的几率啊、紫外线指数还有风的资料哦。那比起之前的天气小工具，它显示的是一些比较详细的资讯，例如说你今天可能要去冲浪啊，或者是你是捕鱼业的话呢，可能这个就蛮重要的。那再来第2款新的小工具，看到右上角这一款，它是比较针对预报的部分哦。其实就是之前小工具的缩小版的感觉，它会显示未来4天的天气状况，还有最高温跟最低温等等的。那最后一款呢，它是会显示日落日出的时间。那这3款点进去都会直接跳到天气的 App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你长按这个小工具，你可以编辑它出现的地区哦，就是进到编辑小工具这边呢，你就可以直接编辑位置。例如说你想要看到宜兰的天气啊，或是哪边的天气，你都可以直接把它加到桌面上。再下一个还要讲到的也是小工具，就是新增了数位时钟的小工具哦。一样，我们来新增小工具，然后马上呢就看到这个新的时钟出现在这边，我们就把它加进来。这个时钟跟之前的风格真的差蛮多的，是比较可爱的感觉哦。然后大家看到周围的这一圈一条一条的，它是秒数哦，你可以看到它在跑，就还蛮可爱的耶。再来下一个新功能呢，就是 Memoji 现在有新的身体造型咯。就是之前我们的 Memoji 最多就是可以选择衣服嘛，那这次 iOS 17.2 开始，你可以选择你的身形咯。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最新的身体的画面哦，里面可以选择腰部、胸部、肩膀跟手臂，那你就可以自己进来客制化你的身材的形状，连胸部的大小都是可以选择的，还蛮酷的。就是你要壮要瘦都可以直接在这边选择，还蛮好玩的这样。然后在上面呢，你也可以预览说你在不同的表情下你的身体是长什么样子。那相信之后 Memoji 应该会延伸到脚部，可能都有了也说不定。
那下一个呢，我们来讲 Apple Music 的新功能。讲到这个，就必须要说，我昨天在 Instagram 办了一个投票，就是询问大家现在都是用什么东西来听音乐哦。结果最多人用的还是 Spotify， 但是呢 ，Apple Music 的比例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高蛮多的耶，就是好像还是有28还是29%的人是用 Apple Music。不过言归正传呢，不知道大家觉得 Apple Music 好不好用？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看看这一次的新功能。那首先第一个要讲到的就是在播放列表部分，现在可以共同编辑咯。就是例如说，我现在点进一张播放列表，然后右上角就会多出一个这个符号，你就可以来新增好朋友，一起来跟你编辑这一张清单。那点进来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用不同的分享方式把它传给你的好朋友，你们就可以一起来编辑这个播放清单了。那在不同的曲目上面呢，它会直接显示你的大头贴，代表说是你加入这首歌的，这样感觉是个还蛮好玩的功能。那第二个 Apple Music 新功能就是喜好歌曲哦。这个喜好歌曲使用的方式还蛮直觉的，就是今天当你喜欢这首歌的时候，它的右边有一个星星，有没有？你就按一下这个星星，它就会加入喜好项目了，就有点类似我们网页的喜好项目啦。那加入之后，你就可以直接播放清单的这个喜好歌曲里面看到这首歌。它跟播放清单的差别可能就是使用上比较快速，然后比较直觉。再来下一个也跟 Apple Music 有关系的，就是现在专注模式的过滤条件里面可以选择说你的 Apple Music 要不要开启聆听记录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？就是今天你有可能会把你的手机借给别人听音乐嘛，你可能又不希望他听的音乐影响到 Apple Music 推荐给你的音乐，所以现在呢，你就是可以在不同的专注模式里面去设定 Apple Music。选择要不要打开聆听记录，就是如果你把它关起来的话，你以后要借给别人听音乐，你可能就是把这个专注模式打开，它就不会影响到你的个人化推荐。好，然后再来下一个要讲到的是 AirPlay 的部分哦，就是在 iOS 17的正式版里面呢，其实有一个功能是你到饭店的房间可以直接透过 AirPlay 来播放你手机上面的内容。不过这部分当然也是要饭店的硬体有支援哦。然后现在在 iOS 17.2的 Beta 好像已经开始支援这个功能咯，就是你只要扫描饭店房间的条码，你就可以把你的 iPhone 内容投放到房间的电视上面。大家如果有去住国外的房间的话呢，就可以测试看看这个功能，可能在美国会比较容易看到这个功能吧。然后再来下一个要讲到的是 AirPlay 接收器哦，这个东西还蛮神秘的哦，就是明年苹果不是要推出 Vision Pro 吗？然后这个功能是允许 Vision Pro 把它里面的内容传到 iPhone 上面，然后这个东西打开之后，你可以去选哪些人可以看到你的手机这样，或者是你也可以设定密码，就是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从它的 Vision Pro 去连到你的手机这样，所以接下来蛮期待 Vision Pro 的推出的，没有想到那么早就已经开始有相关的功能出现在 iPhone 上面，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个 iOS 17.2 Beta 版就测试到这边，大家最喜欢哪一个功能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。我自己是觉得日记的 App 好像还蛮不错的，但是因为它里面那个建议啊，好像要收集更多的数据才可以更精准的推荐你一些内容哦，所以就是蛮期待之后会在里面出现哪些东西的。那之后呢 iOS 17.2 如果推出正式版，我也会第一时间拍影片来告诉大家，所以记得要订阅还有开启小叮当。最后也记得要分享这部影片给你周遭使用 iPhone 的朋友，一些比较生活化的内容我也会 post 在 Instagram， 欢迎追踪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